过一个在大学城的文具店看店的活啊，老板说每个月底薪3000，但是绩效是店里当月流水的10%。我寻思这也太大方了，我第一个月到手3002块7，2块7那叫绩效吗？那不是给我底薪扔余额宝里了吗？老板倒是很年轻，没什么创业经验，刚上大2。我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我来对了，这地方绝对啥事没有。我就没见过哪家忙碌的公司，老板办公桌上挂着4级必过的。我见过大资本家，还头一回见男大资本家，天天在这上班啥事没有，就连一个能勾心斗角的同事都没有。刚来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个财务姐姐，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后来财务也离职了，据说是和老板理念不合。老板一直想引进一台进口设备，但是财务不给他买，死背吃2。工作个2年，太累了，不干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个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找过一个在大学城的文具店看店的活啊，老板说每个月底薪3000，但是绩效是店里当月流水的10%。我寻思这也太大方了，我第一个月到手3002块7，2块7那叫绩效吗？那不是给我底薪扔余额宝里了吗？老板倒是很年轻，没什么创业经验，刚上大2。我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我来对了，这地方绝对啥事没有。我就没见过哪家忙碌的公司，老板办公桌上挂着4级必过的。我见过大资本家，还头一回见男大资本家。人别的老板都是那种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他成天呲个大牙往那一杵，你就感觉拉布布活了。拉布布白天都在学校上课，跟我说万一学校有人买货，就打电话叫我去送货。早上8点钟跟我说的，下午4点才打来第一个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寻思来什么活了嘛？他说他作业忘带了。天天在这上班啥事没有，就连一个能勾心斗角的同事都没有。刚来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个财务姐姐，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后来财务也离职了，据说是和老板理念不合。老板一直想引进一台进口设备，但是财务不给他买，死背吃2。后来店里还招过一个年近70的大爷啊，大爷来的时候因为刚退休，在家闲得难受，干了1个月也不干了，因为在这儿闲得难受。我跟大爷共事那段时间，我就见他干过一件事，吹笛子，吹的那叫一个好啊！我就在边上看小说，我俩一个调素琴，一个月金经。真的，你们根本都想不到这地方得闲成啥样啊！就大爷来上班之前，他都不会吹笛子。我们店里卖的主要就是那些建筑学学生做模型用的材料啊，也就是我的老板做模型用的材料。我支持大学生创业，但我的老板真是让我看不到任何能运营好一家公司的潜力啊！我们店里卖的一管胶水，9块5进，7块5卖，得亏是让我发现了，不然我们的进货商能来找我们进货。成天看孩子这样，就总忍不住想帮一把啊！这毕竟我虚长他12岁嘛。但孩子是真啥也整不明白啊！我们店里卖的那种白卡纸板，这东西非常容易受潮，受潮就会变形，变形它就废了。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大2的老板进一批扔一批，进一批扔一批，他想不到任何的办法，
有一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顺手买了俩防潮箱子给板子装进去了。没想到他跟我说：“哎呦，我杨哥太帅了。”你说我咋就想不到呢？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有啥想不到的？那东西潮了，咱得防潮。你说咱都大2了，你说咋的？这是大3的知识吗？还是怎么的？但是他夸的有点太真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要来店里，就会盯着那俩防潮箱子，欣赏。一边欣赏一边夸我，他夸的有点太狠了，给我夸的感觉那俩防潮箱子是我发明的。偏偏我又是那种不经夸的人，他一夸我，我就想干点啥，所以后来我又陆续发明过垃圾桶、拖布，在别的地方累死累活的当个牛马，到这啥也没干，当上牛顿了。成就感一旦来的太轻松了，就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啊，慢慢我干的活越来越多，干点啥他都杨哥太帅了。有的时候我刷着蕊炮骂我，我都得上会儿班缓缓，太治愈了。解忧文具店，你在这块擦个地，哎，杨哥太帅了；你倒个垃圾，杨哥太帅了。哎，杨哥也没干啥，哎。就是越来越帅了。原来劳动才是杨哥最好的医美。一个年下的老板夸人的方式就是这么有力，切匮乏。我们店里有一台做模型用的激光切割机，老板一直不会用，我一上手就研究明白了，给孩子激动坏了，指着我就喊：“哎，我杨哥！哎，我杨哥，你就我爹！”朋友们，我是上过正经班的，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老板这么纯粹的夸赞。怎么老板还可以这么提拔员工吗？没给我涨薪，直接长辈儿了。果然机器好使了之后，就有他的同学来店里求着他用那台机器，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狂妄。每次有他的朋友来店里，他只会跟他说2个字：叫爹。那段时间每天上班都能固定多几个孙子出来，上班上出了一种子孙满堂的感觉。我寻思你作为一个老板，你给我开支就行了，你不用给我散叶啊。但没想到后来单子越来越多，可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又得接单，又得生产，又得送货的，我根本就忙活不过来。后来我又开始加班，加到后半夜3、4点钟啊，我大2的老板一丁点忙也帮不上，因为他们查寝。真的那段时间给我累的，我心脏都疼。我现在不能这么干了，别最后他创业未半，我中道崩殂了。干了1个月，店里挣着钱了，老板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啊，他也不夸杨哥帅了，见着我不错啊，杨哥好好干。不是他跟谁学的呀？怎么挣着钱了，突然就变成一个老板了？好在我每个月有店里10%流水的绩效。啊！但是他说杨哥，我们店最近准备扩张，账上暂时没钱了。账上没钱了，那你手里那台 Switch 2是哪儿来的？他甚至学会给员工画饼了，啊，跟我说杨哥，你只要好好干，等新店开了，我就让你当店长。当上店长了，1个月没白忙活，但1个月以前杨哥当的不是爹吗？果然，当老板的挣着钱就变了，而我依然想找一份有钱没活的工作。谢谢大家，我杨导。对，我说你骂他呀，你攻击他呀，而且别再那么说了，本来就是我非要去的。
懂，为什么爱我爱的这么客观？能不能爱我爱的失去理智？你爱的是非不分，你爱的胡搅蛮缠。你就说七七的普通话没有问题，她就应该叫张若兰。虽然我们对外都说粉丝的爱太盲目，但谁不想要盲目的爱呀？只有黑灯的对象要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内部梗，而且我当天在尖叫之夜，我也非常的努力，一直在媚粉，没有粉啊，就硬媚嘛，反正。当时那个观众还趴在那个围栏上，他们手上的东西会掉进来，他们捡不着，那谁去捡呢？但我去不是因为我人好啊，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因为我人好，是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人好。其他明星还在耍大牌，我已经开始耍花招了。主要是我对我自己的人品啊和人性极其的没有信心。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爆红了，我也会耍大牌的。我就是想提前做一点好事对冲一下，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丑闻的话，我想这几个人会帮我说话的。他们会说不可能的，琪琪是一个好人，他帮我捡过包哎，他不可能偷税漏税的。我的朋友特意叮嘱我，他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梗，你以后就绝对不能偷税漏税。我说怎么不讲就可以吗？都不可以呀，我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就应该在爆红之前提前做到。我现在每次捐款都截图，先不发。存在相册里，相册的名字叫红了再发。所以我当时跟于小雨两个人站在那个外场啊，我看到有东西掉了，我马上就走过去捡。就这么捡了2个之后，开始主动叫我过去捡了。我当时真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我想演的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使唤的人。我就把我的小耳朵闭了起来，假装没有听到。结果于香雨走过去捡了。我当时好生气，我说你偷我的花招！我也只能赶紧走过去捡。那一天怎么讲呢？像提前步入老年生活，跟旁边那个老头啊抢东西捡呐。那天我这么努力，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骂声。不过好在啊，他也没有被夸呀。说实话，我今天讲这些阴暗的小心思，其实我是很担心，我怕你们讨厌我。但是我后来想，管他这那的，我就是觉得真实比正确更有意思。而且我相信那个粉丝肯定会帮我说话的，他肯定会说，那也不是他要讲的，是爱奇艺让他讲的。对。谢谢你们粉丝，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巴拉。作为一个新人啊，今天也是主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朋友们，我是一个妇产科大夫，实习的。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就我这个样子，朋友们，出现在医院里，没有人叫我大夫的，叫我什么的都有，他们叫我美女。哎呀，小姐，护士，叫护士的最多。每天我出现在医院里，看见我就是护士，护士过来换药，护士拔针。你知道被叫多了吧，我也会有一点不高兴。然后有一天我就跟那个患者说，我说我不是护士啊，你不要再叫我护士了。那个患者吧，他其实他很有礼貌的，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而已。他开始措辞，他说真不好意思啊，那个服务员。那朋友们，在医院里，你见到一个女大夫，你就叫她护士；见到一个男护士，你要叫他大夫，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就经常我一个人在诊室，那个患者推开门，看着我的眼睛，和我说：“这咋没有人呢？”我说：“我刚刚是累死了吗？看不见我，谁强调都没有用。我有个很好的朋友，1.85米，骨科男护士，很帅，每天就被患者追着问病情，然后他也很真诚，他和患者说：“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护士，我不是大夫。”那个患者也很真诚，跟他说：“没事儿。”过2年就成大夫了。朋友们，护士过2年成不了大夫。
他过2年能当护士长。你就从来没听到过有人跟保安说这保安干得真好啊，过2年能当警察。保安他过2年当不了警察，保安过2年他能当喜剧之王啊他。啊，在妇产科实习确实挺难的，面对孕妇和家属，他们会想知道孩子的性别，这规定就是不能说嘛，我嘴也非常的严，但是他们就是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性别，就有时候都开始怀疑，我说是不是我们妇产科说的就是小语种啊，妇语。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叫《那些产科黑话》，你听懂了吗？常见的啊，就是蓝宝宝男孩，粉宝宝是女孩。我看了这些文章之后，我再去见孕妇我就很紧张。我在诊室我都不敢喝水，我一喝水，他说大夫水，大夫喝水，哎，大夫你那个水杯带把，啥意思？我说。这越紧张话越多，话越多他们越能解读我啊！我大点声男孩，小点声女孩。我这孩子心跳真有劲儿，男孩。我这孩子真乖不乱动，女孩。我说行，我不说话了。他说大夫都不说话了，肯定是女孩啊。有点生气。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他说大夫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了。肯定是女孩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就是我能找到的那些办法，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比如他问我，他说大夫，是蓝宝宝还是粉宝宝呀？我说不出意外是那个就是黄宝宝呢。那种人，拿个4维图过来问我说大夫你会看吗？你能看出来是男孩女孩吗？你会看吗？我说我不会，我是护士，其实。我是服务员。因为我工作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嘛，我很想知道，就是现在还会有家属问这种问题吗？我还特意的给我老同学打个电话，他说今天还有人在问他是该买裙子还是该买裤子，买纸尿裤啊。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买裙子还是买裤子，这是孩子出生前的必需品吗？你真的很着急准备吗？你要真着急准备，你怎么不买学区房呢？你啊！还有那种骗我的，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他又跟我说大夫，我那个什么，我重女轻男啊，想要女孩，是男孩我给他打掉，能不能告诉我？我说你想打掉谁我都不能告诉你啊。就那孩子爸有点生气，说大夫，那我媳妇到底怀的什么？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我说怀的3轮车我就告诉你。我和我的好朋友吐槽我的工作嘛，然后他说他妈妈当时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问大夫，然后但是大夫就是保密，一个字都没说。但是听说怀他弟弟的时候，大夫给了一只袜子。为啥给一只袜子呀？我说你弟弟是12月25号出生的呀。然后他要跟我解释，他说就是如果怀的是男孩的话，大夫就不用那么保密，手边有点什么就会给你点什么。不，那大夫手边为啥有只袜子呀？大夫脚痒脱下来放旁边。你爸也真敢拿呀，要我可不敢啊。他说我其实会羡慕我弟弟，出生前就有大夫给的东西，不像我出生前大夫就保密，什么都没有给我。我说给了，我说大夫保密，就是给你一条命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好奇，随便问我一嘴，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他一直追问，想方设法的知道孩子的性别的话，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是大夫，我知道这是个女孩，但朋友们，我也是个女孩，所以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难过。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孩子的性别的，只有一种情况我会说，就是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会说，恭喜啊，是个女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巴拉。哎，大家好，我叫杨仔儿。哎，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建筑师。朋友们，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对。像张工，我们公司就这么叫，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
我本人也姓黄。为了避免重名，他们叫我大黄。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呢？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黄忠。显然啊，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但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三国演义》，最崇拜黄忠。哎，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问题是，我爷他本来姓张。能明白吗？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你们要知道，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我爷给人家续上了。我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黄忠，太帅了！我要给你生孩子。当时我爷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啊，这个能捋明白吧？这个，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就在家里人眼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不生就不是了。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你没有生育能力，就没有性张力。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名字本身很普通，直到我爸告诉我，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说是我爷特别喜欢锦言这个名字，那我问我爸为啥你没叫黄锦言呢？他说因为那时候锦言还活着。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我家家谱最上面，岳飞。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就我感觉，那不定咋回事呢？那没准就是咱们两家老祖宗当年看了不一样的书而已嘛。岳飞能咋的呀？黄忠放学能来接我。而且现在有时候看网上一帮人在那吵，孩子到底应该跟爸姓还是跟妈姓？我寻思是争什么呀？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那他俩有必要争一下。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我不仅想姓董，我甚至想姓董明珠。那我还叫什么洋崽儿啊？我就叫董明珠崽儿。但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出去那可都老黄家人。”
我不知道他骄傲什么。那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而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呢，咱不属于是那乡黄家人吗？咱们。如果我能选择自己的姓的话，我肯定不想跟我爸姓。我也不是嫌弃他，主要既然我爷的姓是这么来的，那咱家这个姓他真没什么必须得往下传的必要。那别人家传姓传的都是香火，咱在这传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粉丝灯牌。我感觉咱家生孩子，孩子那姓就应该先空着。咱就无性繁殖。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多好，一家人百家姓。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你看我爷生不了，他就不在乎自己姓啥；我爸能生，他就会在意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我寻思啥意思？咋的？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啊，骡子还能生出骡子了？我没有去查过，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带回了2个关键信息。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我寻思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我可以姓张，也可以姓黄，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老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啊，我支持孙权。稍等，还差一句。再问我和我爷黄忠什么关系？各为其主。所以谢谢大家，我是黄。非常开心见到大家，然后做个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多多，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开学第一天我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蛮大的。我同学问我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的。他说四川好呀，四川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上海的房子卖了，去四川养老。人聊天怎么能这么恶心呢？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在上海有房子。我也很难回答。我说：“哎呦，上海好啊，上海好。哎，我以后可以把我四川老家的房子卖了，去上海等死。”有的时候我也感觉有点自卑啊，我就很害怕他们问我平常喜欢干什么，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玩手机。但你说自己喜欢玩手机，就好像说自己是个 loser 啊！我喜欢不思进取、自暴自弃，很羞耻，很难说出口。我都说我喜欢玩手机，玩手机啊！你要不自觉带过去啊！但其他人说他们的兴趣爱好就说得很自信。我喜欢潜水、爬山、野外露营，不太理解，又是野外又是下水又是上山，我总感觉这帮人没有进化完全。我们的老祖先就是一步一步花了漫长时间，从海洋到陆地，才从猿人进化成智人的。智人就应该玩智能手机啊！你让老祖先怎么想？老祖先一看，我去，怎么还在爬山呀？咱们有手机应该好好玩啊！咱老祖先当年没这个条件，你给他一个手机玩，他不知道玩得有多开心。
每天窝在洞穴里刷 B 站，直接从猿人进化成2次元人。就我真的很难理解他们那些爱好所带来的快乐。爬山我觉得累，潜水我觉得贵啊。而且这些人出去玩就出去玩，经常发文配朋友圈说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眼睛就瞎了。我还玩。我也可以做到很勇敢啊！我也可以去潜水，让专业教练带着我1个小时700块钱，结束之后跟他说：“哎，我没钱。”你所以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是有钱的人先享受世界。没有钱我都不能买我喜欢的手机。你别说享受世界了，我只能享受花呗12期免息。我都不理解，光有勇敢没有钱是怎么享受世界的？你是不是走到银行门口说：“哎？”要不然我今天勇敢一把。我感觉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偏见啊！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多了，眼睛不好手机玩多了，睡眠不好手机玩多了，那咋了啊？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带给你这么多快乐，你受点伤害怎么了？你快乐都是有成本的啊！你像潜水，万一潜着一回头氧气瓶丢了，那不完了吗？啊，还得再买一个。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但玩手机就好像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啊，玩安卓手机更底端。你像喝酒也会对身体有害。但你在上海这种城市，你说你喜欢喝酒，听起来就比喜欢玩手机更体面一点。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爱喝酒，我问他喝啤的还是白的，他说 low，从来不喝，他都喝高级的葡萄酒，因为喝多了不会头痛。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喝水？我问他高级在哪里，他说他的葡萄是法国产的。我不知道他拽什么，我的苹果还是美国产的。哎呀，很多人喜欢喝酒，无非就是喜欢那种被酒精麻痹自己，慢慢忘记烦恼的感觉。玩手机也可以麻痹自己。我手机玩了6年都玩烂了，现在边充电边玩手机，手机都漏电。我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大家在玩手机，你很难光明正大的把它大大方方讲出来。没有人在自己工作简历、兴趣爱好那栏说喜欢玩手机的。都说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那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啊，你对手机来说很不公平的。你手机帮过我们缓解过很多尴尬，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些半生不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说啥，你都低头玩手机。没有人说哇好尴尬呀，我要攀岩啊。我知道大家今天的手机都被没收了啊！你们以为是怕你们录音录像吗？啊，其实是怕这个思维导师点评太尴尬的时候，帮着你们。偷偷玩手机，偷偷玩手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约我早上8点钟去市中心攀岩，我根本不懂攀岩，我只在上学的时候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然后呢？他说再爬上去。我说跳下来之后不应该去上网吗？我那天到了攀岩馆之后，我就看见我说我肯定爬不上去。我说咱能不能坐电梯啊？他说你相信我。他说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达到目的地会产生一种征服感。我征服感，我为了来攀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挤了1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成了3次，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
我征服谁了啊？我征服了。我最后还是跟着他跑了2个小时墙啊！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得想死。我为了缓过来，在床上玩了2天手机。我今天已经讲了5、6分钟了啊！我想去玩手机了，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何东。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也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啊，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
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刚硬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哇！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什么？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哇！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妈写遗书吧，对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往以后真好看。只有两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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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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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着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啊，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
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嘿，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他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
手是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简单如此。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减七啊，我是林减七，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刻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Adobe Photoshop， 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
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呀，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它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它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
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普京献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普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普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普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普京吧。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2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2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2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就2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讨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会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3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抛嘛，不行就抛。”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1碗面，她能存5毛；卖1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间，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是。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
他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她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他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不客气。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有个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动作非常快，感觉走的应急通道。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塞进嘴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我倒是觉得妖怪应该衡中化。你看《西游记》那些妖怪，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
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就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跑一边嚼。等孙悟空追上一看，说：“哟，师傅已经走了，那咋办？上会儿自习吧。”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我就很焦虑，我爸也跟着焦虑。高考前夕，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问我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我当时都懵了。我说：“爸，你要替考啊？”我爸说：“不是，我去帮你拜菩萨，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你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别急，往后听。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我见过，简直是我的舒适区。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学霸们没有经验，但我无他，为首数二。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1分不少，1分不多。我很庆幸，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也没有浪费。不愧是北大，分数线定得真准，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衡中太辛苦了，我要报复性摆烂，我要荒淫无度，每天早上睡到8点我再起床，我要带手机去教室，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我要坐着吃包子。入学以后，我室友说：“不愧是衡中的，大1就要考研呢。”但我很快就发现，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当时去的是英语系，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我听不懂。我一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拿查词典来说，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用英语来解释英语。我试过，我查1个生词，蹦出来48个生词，我还得再查48个生词，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1生2，2生3，三生万物。我都恍惚，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它还是有道词典。挨个查词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拍照问答、图表分析，样样在行。感觉比起我，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我也试过努力学习，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实在是跟不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正是在下。每天都很焦虑，我都想，你说但凡有1个人成绩比我差呢，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想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北大需要我，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就学给同学们看的。跟我一比，他们就不焦虑。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一个木桶想盛水，
你得有底下那块板。什么面子里子，我是北大的底子。这个世界我懂了，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就应该在每一个高校都投放差生，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但是学不明白。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哎呦，这知识也太难了，这个世界谁懂啊？”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干脆不毕业，留校任差生。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我们得时刻注意着，千万不能学会了。毕竟我们不是傻子。日积月累，到个35岁左右，学了差不多了，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被优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35岁，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好，掌声，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好，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第1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let's go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
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两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的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两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了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
好，我是刘仁成。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前天我又发了一条，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佳佳您回复，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确实比赛比不明白，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说实话，我今年过年，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双开门牙。我就发现，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增加了很多幽默感，变得十分滑稽。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更像是个父亲。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到老嘴巴漏风了，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别人抽烟都是散客，他就属于卡座。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我爸，你骗谁呢？你在干嘛呀？你在做数据。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他也没吃啥好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他不仅自己吃，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对吧？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别给狗也整出病来。我爸说：“哎，别乱讲，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吃出来的。而且人的病，狗怎么会得呢？”今年2月，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给我气坏了。我爸，你得选一个吧，要么是你喂出来的，要么是你遗传的。哎，你考虑到遗传，很绝望，我以后肯定也会得。过几年别人问我爸，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我爸说，我和犬子。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现在没有糖尿病。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但我没有糖尿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这你别说，真神奇，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我有点害怕体检，我很久没去体检了。我上次去体检，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但就导致这个问题在于，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他们就劝我去体检。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这么大年纪了，跟我玩反弹。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怎么办？家里挂面谁吃啊？狗都不能吃啊。但我说这么多啊，我不是在指责我爸，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我一直很佩服我爸。我今年28岁了，我爸28岁那年，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A.K.A. 胖子本人。他开局很艰难，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我爷爷是不答应的。我也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两个人就天天吵架，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咬紧牙关没有答应。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挖了个坑，跟他说：“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也有人在劝我爷爷，但我爷爷不语，只是一味的挖地。这不是一般的洼地，这是道德的洼地。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最后他赢了。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当年的栽培。”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他结了婚，有了2个小孩，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不如我爸，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如果我遇到这样打击，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家人们，这个世界谁懂啊？恶毒的爸，不停地挖，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但我爸什么都没做，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可能是我爸淋过土吧。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体检报告出来之后，确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哇，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子要先带了。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我爸爸一向沉默，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照顾好身体啊，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那一刻，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是爸爸的微风。大家好，我是龙小爸。大家好，我是唐湘玉。又来录节目了，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前段时间去演出，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不是跟我啊。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他有个喜欢的人，我说我都行，但你得想好，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我有点冒犯，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他说没事儿，他不一样。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一样。那天我刚讲完，他就窜上来了，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是 marry 全场。把女孩也叫上来了，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就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当时场面就僵住了。我讲了1个多小时，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我看女孩特别尴尬，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他就不下台。
情急之下，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就当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他肯定愿意呀。我看他快惨死了。对吧？跟谁过不是过呀？哎呀，渴死我啦！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说出来又如何？谢谢你的同情。谢我一个。全是同情分啊，今天很感谢。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也不要发你的嘴。我要的不是这个，也不要发别的啊。说不清了，说不清了，就是不用同情我，我也谈过恋爱的，有喜欢的我也会追。但是我追上了，我又想超过他，很容易就超过了。研2的暑假，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没时间陪我了。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你不用学，以后老公拉着你。啊，谁还会用拉这个词？好 low 呀！你学的是拖拉机吗？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你许我朝朝暮暮，我陪你陡坡起步。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仪表盘。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听不了这些，听都很想吐，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我可饿不了啊！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哎，我惊喜的发现啊，开车是不晕的，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10码的推背感，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太快乐了！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做到了，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教练说你压线了。哎，这手机是好啊，都抓拍到了，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真的太努力了。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赢才是我的必修课。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啊，超过我了？我说嗨，一脚油的事儿。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跟你幸福，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其实他对我呢，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平常出去约会啊，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老公安排。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为啥骑电瓶车呢？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啊，我都有驾照了，我没有方向感。是，我是没有方向感，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啊。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就是他出去喝酒，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我去代驾。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因为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一个梗都没有，我就会忍不住接梗，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我一接就炸，哐哐炸场，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但回来路上，前男友很不高兴了，连我的腰都不搂了，倔强的撑着车架子。他说：“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那是你的场合吗？拍你好几下了，让你少说话。”我说：“你早说呀，我寻思我讲得好，你给我拍灯呢。”
灯啊！很快我就提分手了，他很难过，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满分10分，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但他依然很爱我。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也是真不错，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5分。说出来太爽了。这些年吧，男人没留下，留下了一身本事，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最近又想长长本事了。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但同时也很联系我的前男友，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前任看着我谈恋爱，这也太刺激了。我想去，好久没骑电瓶车了，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你在看吗？想火吗？驾照考出来了吗？啊，虽然做不成情侣，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姐拉着你，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你就乖乖的，你少说话就行了。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好，行了，稍等。大家好啊，我是载体哈。二楼一直听这个词儿，我的妈呀！咱今天这个主题就是给我设计的，这就是。真的给各位讲点这个家里的事儿啊。我有一个外甥8岁，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就想借着这个主题跟他说点心里话。我特别烦他，真的朋友们。那孩子是我讨厌过年回家的原因之一，就感觉80多岁的长辈地位都没他高。没什么素质，我今年过年见面喊他句孩子，他叫我宅子。我当时差点没忍住给他掏根华子了呢。朋友们，真的我都想过，我8岁的时候要敢跟长辈就这么说话，让我爸听见，我想年就8岁了。孩子真没什么礼貌，而且特别暴力。最喜欢的运动是拿我当怪兽，对着我一顿打那个奥特之拳。咱被熊孩子打过没有？试试，熊孩子不光打，一边打他一边问你奥特之拳厉害不厉害啊？然后崽子厉害不厉害？你大人你也不好意思还手，厉害厉害。他说这就厉害了。那我还有奥特飞踢呢，给我一顿飞踢。奥特之父、奥特之母就搁旁边看着，一个管的都没有啊！给我气的，我就夹拧嘴巴回了一下，我不想输给日本人的招式，你知道吗？完了，另一方面呢，也想把自己当孩子重新养一遍，是吧？开玩笑啊，真没打，这是想象的。这环境现在不敢打孩子，打完孩子奥特之父能让我享年31，你知道吗？我都想过，朋友们，就那孩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小孩能做到我1年几乎就见他一面，完了每次见面他都侮辱我、殴打我，完了我最后还得给他钱的人。我合计压岁钱这事更来气。今天给小孩包了红包，里边放了100，小孩把钱拿来看了一眼，直接就给他妈了，说妈，你拿着吧。妈，我想好了，哎，我长大以后我就留在东北发展，我就不去外地找工作了吗？你看那宅子根本没混出来呢呀，很伤人啊。我真感觉有的小孩也真被惯坏了。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上个月吃火锅，我斜前座坐了一个大爷带他孙子。小孩负责吃肉，大爷负责给他孙子举手机刷短视频。真的，大爷都70、80，那手都嘚瑟都。
嘚瑟快的跟筋膜枪一样，我都怕他把视频里的人撒出来。真的，朋友们，相信我，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人用快手刷某音。咱也不知道那小孩看啥，全是大爷爱看的。一个7岁的小孩看的第一个视频是男人过了70如何取悦自己，然后他就不爱看，就一直骂那个大爷换台，给老子换，给老子换，给老子换，我都没分清他俩谁是孙子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制止一句，我说：“哎，兄弟，你怎么跟你爷那么说话呢？”对，孩子当时骂我一句也是原地干拔呀，说你能不能多管闲事呢？你个大黑狗！骂我大黑狗，确实准啊！我当时正好吃的是辣锅，我管他很讨厌熊孩子，朋友们，这俩是我能记住的，我记不住的熊孩子都在高铁上了。朋友们，相信我，我感觉高铁上应该挂个牌子，熊出没，你知道吗？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孩子一到高铁里就变得很兴奋，有好几次看着孩子真的就在高铁上一路过隧道就跟他妈妈喊：“妈妈，山洞！妈妈看山洞！”过了5分钟，所有车厢里孩子都喊：“妈妈，山洞！”孩子煽动性是强着呢。哎，咱们听没听过有个理论说，这个小孩喜欢在公共场所莫名的大喊大叫，证明这孩子脑子在接受外部的新鲜刺激，在变聪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早起赶高铁飞机，老天爷总能安排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正好坐我旁边，太聪明了，聪明8个小时，我越困他越聪明。我都有好几回都得看刑法才能冷静下来的。真的朋友们，我感觉一个在嵩山少林寺修炼20年的得道高僧心如止水，这辈子第一次生气，可能就是从嵩山去武当山坐高铁交流，碰见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我真不太理解，你说为什么说高铁飞机严禁人抽烟，是不是？他就允许小孩大喊大叫。我拍良心问了问我自己，我宁可这小孩在我旁边就抽烟，真的。我都不希望他那么聪明，没有人能一直抽烟的，小孩一直聪明啊。我的哥，你乐的真是太突出了，妹妹，在旁边一直，你是不是带你外甥坐过高铁了呢？朋友们，我想了一下，哎，就为什么咱们熊孩子这么多啊？我感觉有的故事，小孩听的故事该改了一下，真的。我原话给我外甥讲孔融让梨，我说有小孩叫孔融，跟你差不多大啊，人家就是有素质，给大人让梨吃。那外甥听完就怼我，那孔融那不缺心眼吗？摘他。那我饭量多大呢？那奥特飞踢多费体力呢，根本就没有用。你让一个小孩不敢看电视，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看一遍《午夜凶铃》。所以我感觉你应该把孔让梨这故事反过来，用震慑的角度给他讲，就告诉他小孩，有个小孩叫孔融啊，就跟你似的，就不给大人让梨呀，怎么劝都不听，就跟大人一顿抢梨，后来让人大人打了挂梨树上了。哎，你再给这个梨来，咱吃个梨，不吃了，不吃了。啊，咱把那些故事全改了，你就告诉那小孩，有个小孩姓孟，坐高铁就爱大喊大叫，后来他妈被罚了3000块钱，这故事的名字叫《孟母三迁》，你知道吗？哎，再后来这小孩下高铁跟他爷去吃火锅，回头骂了翟佳宁大黑狗，他跟他爷在我心里全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故事叫童叟无欺，你知道吗？祝各位远离熊孩子，谢谢大家，我是阿明，谢谢。姐妹们吃点好的，求求了，对不对？来，演出，大家好，圆圆。哎呀，第2年录比赛了，然后能感受到大家确实热情很多，但我也自己也有一点小经验。
我就发现这种曝光机会确实也还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讲过一篇我妈因为被诈骗成了老赖，开头吐槽了2句娱乐圈老赖之子。讲完之后，节目组问我说：“哎，那你妈欠的钱还完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不就是老赖之子吐槽老赖之子啊？”然后节目组就让我在播之前把钱还完。我最后是找朋友借的钱，把我妈欠的钱还了。我说妈，我以后就不是老赖之子了，但你是老赖之母。就是大家录节目都想着多讲、多曝光、多挣钱，我讲这篇稿子血亏，1000多字的稿子欠一屁股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种 report， 于翔宇脱口秀含金量谁懂啊？我懂。哎呀，然后现在真不知道能咋抓机会了。你看今年还都说这个 AI 是风口、时代红利，但你一般也就只能想到用 AI 继续干活。我试了一下用 AI 写段子，我说帮我写一篇脱口秀稿子，模仿于翔宇的风格，要能喜单夺冠。但因为我段子公开数据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模仿的就不是很像。他给我的表演指导是在舞台上疯狂踱步。声音提高8度，我说哎，我是教主。但是 AI 的东西看多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挺割裂的，因为你身边朋友一般都是担心因为 AI 失业嘛，但你确实又能看到有人靠 AI 挣钱。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就台下一个观众问一个那种科技大佬说 AI 肯定会造就一批富豪，但也会造成大量失业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那个 CEO 说 AI 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我说啊，但它不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这儿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啊？你下岗啊，我上富豪榜啊。就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吗？哎，我就不信瓦特改良蒸汽机淘汰纺织工人的时候会说蒸汽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纺织工人说瓦特的脑子瓦特了，咱们要不干掉他吧，反正进去也是踩缝纫机。我看完那个采访之后真的就生气，我就希望 AI 能快点发展统治人类，那就人人平等了，没有人上人，全都是 AI 的下人。就 AI 战胜人类，马斯克失去的一定比我多，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说老马最近咋样啊？他说4000亿美金全部清零，你呢？我说我挺好的，我花呗清零了。到时候那个富豪榜上面就80亿人并列首富，按姓氏笔画排序。我于翔宇，力压马化腾、刘强东跟张一鸣。所以我现在就真的很烦这些漂亮话，什么机遇挑战并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会，拥抱变化。你看最近几年确实变化很多啊，经常就市场大起大落。每次那种股票基金暴跌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哎呦，抄底的好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的基金大跌，我只有一个反应，就啊！我现在觉得机会啊，有时候你就是留给本来就有机会的人。你不可能没那个条件就无脑冲冲冲吧，就啥也没有，但就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谢霆锋一样卖烤肠，像吴彦祖一样教英语。那谢霆锋卖烤肠卖了15个亿，我也去卖烤肠，红利被他抓走了，我被城管抓走了。那你说我要是卖烤肠能卖15个亿，那一听就不合法。那烤肠得多上瘾，那淀粉肠里是淀粉吗？这就是机遇监狱并存。有时候我自己感觉有些事儿努力有点徒劳。我去年搬来上海，我那房子是大房东直租，我当时问他，
我说你这个房子不会突然卖吧？他说你放心，我不卖的，我这套是专门用来出租的，我有10几套呢。你不信我给你看。他手机上有个 Excel， 我看着那个 Excel 是真的说不出 Word。我当时都不想要他的房子了，我就想加入他的家庭。我想问那个大房东，我能不能做你的2房？我拥抱变化，你拥抱我。然后其实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嘛，现在就是机会没那么多了嘛，对吧？以前可能是这个风浪越大鱼越贵，嘛，现在就是风浪越大风浪越大。我感觉我就不是那种所谓能吃到红利的那种时代弄潮儿，我顶多就是个时代赶海儿，就这个浪潮退去，我才会出来。这能不能填点啥呢？哎，这是个海螺。哎，听，是我哭的声音。一抬头，弄头在那开香槟庆祝呢。我说，哎，那瓶子喝完还要吗？这里面500元。